大爷，我看上你了，就是找你。人家说了，就一回事。国舅爷在和珅的怂恿下来到督察院闹事，非要纪晓岚将唱戏的演员给抓起来，说他们演的戏损害了自己老祖宗的名誉权。虽然戏班的班主一个劲喊冤，可纪晓岚却一切听从贾三彪子的吩咐，这让门外的乾隆非常不满，认为纪晓岚也开始攀附权贵了。为了一探究竟，乾隆当即领着和珅去贾家祠堂看热闹。然而当两人赶来时，却见百姓们都在疯狂大笑。原来贾三彪子中了纪晓岚的诡计，只见戏班的演员被大家锁在地上，可枷锁上却写着南宋误国奸相贾似道。乾隆这才明白了老纪的用意。小月这时也走到人群的正中央，为百姓们科普蟋蟀宰相贾似道的故事。在讲解前，他还特意请了几个托来为纪晓岚说好话，把老纪夸得跟包青天一样，这让百姓们对这位新上任的左都御史有了很大的好感。这可把何胖子给愁坏了。随后小月就说起了贾似道的发家史，此人从小就是个泼皮无赖，可在他18岁时，姐姐突然成了贵妃。说到这，大家瞬间联想到了乾隆的小舅子贾三彪，这是祖宗的德行家传呐。见大家这么有兴致，小月又借机嘲讽起和珅，说贾似道靠着裙带关系平步青云，不到30岁就成为朝廷重臣，后来更是当上了宰相，相当于现在的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啊，就跟和珅一个样。乾隆听后狂笑不止，还特意看了一眼和珅。笑话完和珅后，小月又说起了贾似道误国误民的事情。当时南宋正跟蒙古人打仗，皇帝便派贾似道领兵出征，然而他却和敌人暗中勾结，不仅向蒙古人俯首称臣，还答应每年贡银20万两。可是没想到忽必烈在半道上突然北归争夺汉位去了，而贾似道却谎称打了胜仗，受到了皇上的重赏。从此他就把持朝政，搞得边关日急民不聊生。你们说他该杀不该杀？百姓们听后是义愤填膺，可和珅却苦着一张脸，觉得大家是在骂他自己。乾隆见状还特意拍了拍他，示意他喊得用力点。眼见众人把气都出在戏班的演员身上，小月急忙大喊说真正的牌位在院子里头呢。群众又拿起臭瓜烂叶砸向贾三彪的祖宗祠堂。现在是纪先生为大家准备了桐油漆，咱们为他粉刷粉刷好不好？没多久贾家祠堂就被染成了5颜6色，乾隆对此也非常满意。只有和珅摆着一副臭脸，因为他想让纪晓岚撤职的事情又失败了。而贾三彪在收到这个消息后就再一次来到督察院，然而纪晓岚这时却一改之前的态度。你又来干什么呀？你要办的事儿我不是给你办了吗？啊，本老爷可是朝廷的左都御史，不是你们家使唤丫头啊！贾三彪也不敢嚣张跋扈了，当即恳求纪晓岚把戏班的演员给放了。可老纪却表示没到期限不能放人，而且这可是自己上任以来第一次宣判，怎么能随随便便的就更改呢？要是这样的话，以后谁还会听我的命令？手下的官员也立马唱起双簧，哄得贾三彪只好向大家承认错误。我不该受人挑唆，我不该上这督察院呀生事儿。哎呦，我求求诸位，求求诸位高抬贵手，多少给我点面子嘛！随后贾三彪更是向纪晓岚下跪请罪，官员们也见好就收，假装替国舅爷求情，希望纪大人看在贾贵妃的面子上格外施恩。他想撤诉，就让他写一个干阶文书，自认理亏，由我们来调处西送，并不违背律法。可纪晓岚还是不太满意，我们督察院还替他垫了桐油漆钱呢。我赔。见三彪子如此懂事，纪晓岚又跟他说起了文天祥。文丞相与你们家那个老祖宗同朝为官，后人为了纪念他，特在北新桥修了一座文天祥文丞相祠堂。日前我从那儿路过，见那祠堂年久失修，心里头不是个滋味啊。我选上好木料，出3万块砖瓦。纪晓岚听后终于答应放人。为了避免贾三彪日后闹事，他还特意让师爷拿着文书给对方签字画押。贾三彪离开时还再一次碰上了小月。你不是那天那个怎么着？姑奶奶揍还嫌不够。与此同时，宫里的贾贵妃在得知弟弟出事后，也急忙来向皇上请罪。乾隆本想将贾三彪子狠狠惩罚一顿，可一想到这是姐夫打小舅子，贾贵妃以后在宫里可就抬不起头了。而且她那梨花带雨的模样让乾隆十分心疼，在责怪了几句后，也就饶过了对方。而和珅这边也没闲着，在得知本家亲戚中有一位如花似玉的女子后，当即将其送进宫中应选秀女。可是和珅做梦也没有想到，此举差点给他带来滔天大祸。